全球时尚圈彻底变天了。常年被欧美星霸榜的全球 EMV 榜单前3名竟然被中国艺人集体包揽。肖战断层登顶，王一博横跨顶级高奢，苏星浩惊艳全球。这份足以让国际大牌心惊肉跳的数据报告，究竟藏着什么内娱顶流改写世界规则的商业秘密？在2026年的秋冬时装周期间，全球时尚产业的神经中枢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地震。这场地震的震源位于米兰与巴黎的顶级秀场中心，而引发震动的核心力量竟全部来自中国艺人。当国际权威时尚数据机构 Lefty 发布那份覆盖全球主流社交平台的 EMV 榜单时，整个时尚界屏住了呼吸。因为在以往，这份象征着商业价值与媒体影响力的全球总榜前3名，通常是欧美与韩国明星的固有领地。但这一次，榜单被3位中国艺人肖战、王一博、苏星浩以一种近乎统治的姿态彻底包揽。所谓的 EMV 及媒体互动价值，是衡量明星参与品牌活动后能为品牌带来多少实际关注与潜在消费转化率的硬指标。这是一个冷冷的数字，但也是最诚实的判官。它不再看虚无缥缈的广告牌大小，而是看每一个点赞、每一次转发、每一条深度评论后所凝聚的商业购买力。当肖战、王一博、苏星浩的名字占据全球前3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粉丝狂欢，而是中国艺人作为全球顶级时尚力量的真实折射。在米兰时装周的聚光灯下，肖战以一种令人厌叹的商业统治力，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断层第一。他的 EMV 数据最终定格在1240万美元，这个数字不仅比第2名高出了1倍有余，更在业内画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肖战的身份不仅是 Gucci 与 Tod's 的双奢全球代言人，他更是全球时尚消费者的信心标杆。在米兰那忙碌的一天里，他接连出席了2大顶级品牌的大秀，每一次亮相都精准地捕捉到了现场的视觉重心。根据 Lefty 的详细报告，肖战的每一次闪现都为品牌带来了核能般的市场反馈。以 Gucci 为例，他直接带动该品牌的 EMV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7%，而在 Tod 身上，这一增幅也达到了惊人的109%。这些枯燥的百分比背后，是肖战作为顶流艺人对奢侈品品牌价值的深度重塑。在微博这个社交场域，关于他看秀的粉丝讨论贴，仅仅为了一个 Tod 品牌，就撬动了150万美元的 EMV， 这足以说明他在顶级市场中那无可撼动的号召力。在米兰秀场的头牌，肖战席坐在那里，旁边是开云集团的首席执行员。那个画面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座次安排，它更像是一种权力的确认。品牌方的对他的认可并不停留在社交媒体的礼貌互动上。Gucci 的全球高管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专门感谢肖战共同度过了那个特别的时刻。这种来自品牌核心层的及时反应，足以证明肖战在商业层面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代言关系，他正在成为奢侈品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支点。当我们回溯肖战的战绩时，会发现那种数据带来的震撼并非偶然。他在微博拥有 3.3 亿粉丝，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媒体矩阵。在他出席 Tod's 大秀期间，他的粉丝账号群体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传播效率，发布了87条相关内容。这种传播不仅是数量上的堆积，更是质量上的筛选。他们通过精心制作的图文、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次甚至多次传播的浪潮。这种深度的互动和极高的转化毅力，让品牌方看到了中国粉丝生态中蕴含的巨大商业潜能。肖战的成功是内娱时尚力量崛起的缩影，他不仅打破了以往欧美明星对时尚资源的垄断，更用他那极其稳定的数据表现，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艺人作为全球顶级代言人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刻，不论是品牌的首席执行员，还是那些在直播间观看的消费者，都被这位来自东方的顶流所折服。他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张价值连城的全球时尚名片。
然而，这仅仅是这场时尚狂潮的序幕。在米兰的光辉之外，巴黎的秀场同样在见证着另一股不可阻挡的崛起力量。当全球时尚的重心在2026年的春夏之交发生偏移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文醒，而是一个关于内娱时尚格局全面演化的势批。当肖战在米兰的头牌坐稳了那把价值不菲的椅子，另一边的王一博和苏星浩也正在用他们的专业和热度书写着各自的传奇篇章。权力的游戏在时装周期间达到了高潮，而这3位艺人正在这个游戏的最高点俯瞰着整个时尚行业的规则被重新书写，一切才刚刚开始。从巴黎的极限多重身份到微博生态的商业洪流，在巴黎时装周，王一博展现的是一种近乎苛刻的职业强度与身份驾驭能力。在短短4天时间里，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完成了3个顶级品牌大秀的行程，这在奢侈品行业本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禁区。通常情况下，品牌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默契，即竞品互斥，艺人很难同时在短时间内为多个顶级品牌背书。但王一博做到了，他从3月6日的 Loewe 全球代言人，到3月8日的拉克斯特全球代言人，再到3月9日的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每一个身份转换都精准利落，毫无违和感。这种身份的极限切换，最终转化为540万美元的 EM 位，让他稳坐巴黎站中国艺人的头把交椅。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的数据表现，他以全球第11位的热度，成为那份顶级榜单中的罕见的中国面孔。在巴黎的秀场内，这种热度仅仅是冰冷的点击量，更是现场的座次逻辑。当他看 Loewe 秀时， LVMH 集团董事长伯纳尔·阿尔诺的子女就在他附近就坐。这种地理位置的接近，实际上是资本对艺人全球影响力的一种隐性投票。他不需要言语，仅仅坐在那里，就是对品牌价值最好的背书。如果说王一博代表的是成熟顶流的全球扩张力，那么苏星浩的出现则标志着内娱时尚力量的代际破壁。这位2005年出生的少年，在米兰普拉达的大秀上完成了一次惊艳的商业降维打击。作为所有00后艺人中唯一进入全球总榜前10的存在，他以450万美元的 EM 位向世界宣告了新一代偶像的号召力。苏星浩的秀场造型是一个极佳的商业实验样本。那套尚未公开发售的新品，在他穿上亮相的那一刻，便注定了其售罄的命运。普拉达平台当季在微博平台产生的声量中，竟有96%与他个人直接相关。这一数据彻底碎碎了此前业内对于年轻艺人带货能力的质疑。在米兰秀场的座次安排中，他被安置在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边。这种高规格的礼遇，以及他在秀后与品牌高层直接的沟通交流，都说明了品牌方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背后那股庞大的年轻的消费群体。当我们深入分析这份报告的底层逻辑时，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隐形推手——微博。Lefty 的报告指出，微博在这次时装周的数据表现中极其突出。不仅普拉达在微博的 EMV 远超 Instagram，Gucci 在微博的数据表现也比 Instagram 高出了21%。为什么是微博？报告给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独特的粉丝社群生态。这一生态的核心在于，粉丝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转发者，他们是内容的创作者。以王一博在巴黎的行程为例，相关话题在微博的累积阅读量超过了178亿次，这背后是粉丝们创作的大量高质量图文、视频内容。这种深度的二创和多重传播，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商业内容生态。苏星浩的粉丝则展现了更直接的商业支持，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轰动的 order 截图，不仅证明了其粉丝群体的购买力，更在社交链条中形成了100万级的规模效应。
在这一轮全球时装周的 EMV 博弈中，肖战、王一博、苏仙皓不仅是榜单上的名字，他们更像是中国时尚市场的三根支柱。肖战代表的是商业价值的深度和稳固，王一博代表的多维身份的极限扩张，而苏仙皓则代表了年轻一代源源不断的爆发潜力。品牌的反应是及时的，也是最真实的。普拉达在财报电话会议中对 APT 市场，尤其是中国区的特别关注，以及 Gucci 高管在社交媒体上的深情语动，本质上都是对这股中国粉丝经济洪流的致敬。品牌们终于明白，现在的中国艺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广告看板，他们是连接品牌与全球顶级消费群体、构建社群生态的核心节点。当统计周期覆盖了2026年2月底到3月份的全球4大时装周后， Lefty 的大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事实：内娱的时尚顶流格局已经完成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的转变。那种仅仅依靠曝光量来计算价值的时代已经终结，现在的标准是互动质量、覆盖范围以及最终对品牌认知的深度影响。而在这场以数据为武器的较量中，这3位中国艺人无疑已经站在了全球时尚权力的最顶端。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长久以来内娱粉丝生态和顶级艺人本身商业价值高度协同的必然结果。在那一份份被折算成等额广告价值的数据背后，是数以亿计的粉丝群体在微博这个平台上日复一日地为他们心中的偶像构建起来一座座商业堡垒。而这份榜单不仅是对过去1个月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全球时尚游戏规则的一份预告。内娱顶流们已经彻底掌握了这一游戏的入场券，甚至正在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